咱们先来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大家注意啊，我现在呢有一个基础的 Flux 的工作流，分辨率呢是768×1024标准的 Flux 带5模型，然后呢这儿有一个女孩自拍的这样的一个提示词，这个提示词呢我们之前用过啊，就是这个，那我把它翻译一下，大家注意。韩国人冰岛这个不用去看啊，因为这个是我写的一个特定的语法啊，它的作用呢也不是特别明显。说一个年轻女子靠在一个风化的石桥栏杆上面，然后有一堆啊，很多的提示词，但是你注意啊，它这个没有说明它是一个古装人物，就是一个普通人物啊。那么现在呢，我们用这个提示词啊，然后你注意我在条件这个地方，然后用了一个特殊的节点啊，叫做 apply condition delta，这个 delta 就是我们说的三角啊，数学里边那个代表可变量是吧，或者叫一些可变因子。那我这儿呢加了一个 safe tensors 啊，这个肯定是一个模型，这模型叫 flux 杠汉服 girl 啊，然后我加了它之后呢，你注意我采样生成，我就生成了一个漂亮的一个汉服女孩的自拍。那我们再来生成一遍啊。看一下这个是不是具有普遍性，来看一下是不是很漂亮，而且你注意啊，加了这个之后把那个什么呀，就是把那个塑胶质感好像都给去掉了是吧，虽然不是很明显，但是的确是很漂亮啊。那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你说是 Laura 吗？我们再试一个啊，注意我把这个提示词呢给换一下，换成了一个现代的办公室的内部啊，说白了就是一个办公室的内景。然后呢，我把这个也换一个啊，换成这个，你也不用管它是啥，太阳生成一下。再看一下啊，它现在呢，其实变成了一个什么呀？变成了一个这种就是一个艺术感的一个都市啊。那现在呢，我把这个强度给它降低，比方我降成 0.5， 然后呢，我们来重新生成。它现在呢像一个办公室，但是呢有一些绿植。那我现在把它改成 0.75， 大家看一下绿植明显变多了，能感觉出来吗？外边呢也出现了这个树的这种景观，特别像丛林里边的一个办公室啊。所以说呢，你会发现这个有点像 Laura， 但是它不是 Laura， 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它是一个叫做conditioning delta 啊，也就是条件的差值。它具体是一个什么东西？我们来看一下。我现在用到了这样一个节点啊，就是 confi 杠 conditioning delta 啊，但是它是个简写。那我们简单看是叫做条件增量。条件增量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我们从一个条件里边减去另一个条件，我们会得到两个向量的一个差值。大家最好啊去看一下向量它的减法。其实向量减法就是向量加法嘛，就是一个向量加上一个反方向的向量啊，其实你可以认为向量的减法是指两个向量之间的一个差距啊。你注意这个差距，如果我们把它规划之后，它指的是一个角度，跟那个数的减法是不一样的啊。不是说这个3减2等于1啊，它其实呢在那个空间里边，它的夹角代表着这两个向量的相似度是多少。所以说我们在讲cosine相似度的时候，指的是两个向量之间夹角的一个偏移值，对吧？所以说呢，你可以认为啊，在一个多维空间里边，两个向量如果做减法，其实就是指两个向量之间的一个什么？一个距离啊。当然这个距离不是空间距离啊，你可以理解成是一种相似度。比方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啊，他说一座装饰的艺术之城，然后呢减去一座城市，那也就是说它的差值其实就是有这个装饰艺术，一个是没有，对吧？那这个时候呢，所以说我们就得到两个之间的一个增量啊，这个增量其实是指两个向量之间的一个差距，那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叫做条件增量，因为它是条件减过来的嘛。那所以说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增量给它保存起来。那如果说我们现在生成了一个城市啊，这样一个条件，然后我们让这个城市加上这个增量，它其实就更倾向于叫什么？叫装饰艺术之城啊。那本身这个增量就是这个减掉这个嘛，所以说呢，你加回去的话呢，它其实就增加了这个叫艺术装饰的一个质感。而且呢，你注意这个东西相当小啊，你Laura我们一般的可能有这个
当然它的 rank 值不一样啊，我们得到也不一样，比方说有300多兆的，有100多兆的，甚至还有30几兆的，对吧？那这个就更小啊，你注意 Flux 大概4兆 ，SDXL 大概0.6兆啊 ，SD15 可能更小，它写的没写啊，所以说占用的内存呢可以忽略不计。你注意我们这儿有一个图。这个图呢也非常能说明这个问题，就是在左边呢，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叫一座城市也好，或者一个任何的内景，当然我们这儿指的是一个办公室的内景。然后呢，我们就加这个，当我们加普通值的时候，你注意这个艺术装饰的风格就不断的出现 1.25 的时候达到最大。那刚才我们也给大家展示了，就是当这个值变得不一样的时候啊，这个值呢也在不断的增大，当然 1.25 的时候我们这就不能看了啊，因为1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完全这个艺术装饰的这样的一个风格了啊，就是看不出来是办公室的内景了。哎，这个还能看出来是吧？这是1啊，那我们可以再大一点啊，比方 1.25， 再看 1.25 的时候，这个就完全是一个野外的这样的一个景观了啊，就是室内的这种风格已经没有了，对吧？这个不能太大啊，容易太大会出现什么情况？就是它完全就出现噪点了啊。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有点像 LoRa， 但是不是 LoRa， 它更像什么？如果大家用过最早的时候那个 SD15 的时候，可能用过这样一个东西叫 embedding， 我不知道你用过没有。就是 embedding 的话呢，其实我们在训练一个人脸啊，什么这种特定的一个人物的时候，最早的时候我们也训练过 embedding， 作用跟 LoRa 差不多，但是呢比 LoRa 要什么？要小啊，有点像那个东西，但是呢又不太一样，对吧？反正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样的一种效果。下边关键就是这个东西它咋来的啊？那这个东西怎么来的？我们需要给大家演示一下啊。不管怎么样，你需要先把这个装上啊，要不然这个节点你不能用嘛。这个安装的话很简单，你不用管它写的这么复杂啊。其实你只要把这个克隆下来就可以了。它这有一些拷贝的东西，你这个不用拷啊，因为这个里边是它训练好的所谓的这个条件增量的模型啊，所以说你自己生成的话，你不用拷它原来的，你只要把这个克隆下来，重启你的 ComfUI 就行。好，下边呢我们看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来的啊。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空的工作流啊，那我现在呢创建一个 Flux 的标准工作流，然后这个提示词呢我们先随便啊，这个写啥都行，因为重点呢其实不在这儿啊。那这样我们先用这个吧，旅游的这个提示词下边呢我们增加一个 sampler， 参数稍微调一下，25步采样，这个我们用一下小红书的采样算法啊。下边呢我们可以先跑一下啊，看一下它现在生成的这个没什么特殊的啊。我们确保它这里边没有任何汉服的风格它现在是一个普通的这个女孩的这样一个风格啊。那我现在呢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啊，什么方式？你注意，我现在呢把这个编码器给它拿过来一个，这个呢我们写成一个叫woman， 一个女人，然后呢我们再来复制一个，这个东西呢我们叫做汉服 woman。当然这俩不见得中间一定要有什么相同的单词啊，因为它最终呢要演化成空间的一个向量啊，那这种编码器呢会让它们之间的相似度呢产生关联啊。那我们连上我们的 clip，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两个条件了，但这两个条件是可以相减啊，我们就得到一个增量啊，所以说呢我们就可以用condition 类似于 delta 这个东西啊，这个应该是用subtract 对吧？减掉啊，注意谁减谁啊，一定是有风格的减那个没风格的，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这个条件啊。这个条件的话呢，我们现在可以给它叫标量化一下啊，我们用一下 scale conditioning 啊，你可以认为我们要把它量化一下是吧？这个值呢你可以给大一点啊，那我建议就是给1就行。现在这个条件其实就是我们这两个之间的一个增量，然后这个条件是可以加回去的啊，我们来试一下。这个时候呢用跟它相反的一个叫 conditioning add delta 啊，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呢用这个条件，这个条件用它就行，在那个 guidance 之前啊，然后呢我们再连上它，然后再加回去。那现在呢我们就有这样一个工作流了，然后我们来跑一下这个工作流，大家看一下，很明显
看这个汉服的女孩是不是就出现了啊？而且很漂亮啊。那你可以多来几下，很明显嘛，就是说我们能明显的看到这个汉服的一个效果啊。当然呢，也可以调权重啊，但是我们不建议大家过多的去调这个权重。你比方说我可以用 1.25， 因为你调的过高呢，完全就采样不出来噪点的这种情况。1.25 呢，我觉得是一个就比较高的一个值了啊。大家看一下，这是 1.25 的情况，这个就更明显是吧？我们可以再来生成一张啊，这个就更明显了 1.25。 那你说还能大吗？你比方说我给到 2.0， 大家看一下 2.0 这个采样就过不去了啊。所以说呢，我觉得你要么就1啊，你要大于 1.5 的话，这个都很危险。所以说这个你得具体看啊，你说它一定是多少就会出现降噪不出来，这个我也没有总结过啊，反正1肯定是安全的啊，稍大一点效果会更好啊。我之前没试过，我们现在是在试 1.5 的情况啊。1.5 好像这个效果反而没了，因为你注意你把这个差距给它放大，然后你去加的话有可能就过了啊。这个你可以猜想一下，你一步能离你要的那个目标更近。1.25 可能还好，那如果 1.5 可能就过去了，是吧？所以说这个要注意啊。那么这儿呢，我们习惯就用1，大家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汉服的感觉就比较明显啊？当然可以调这儿啊，这儿是同样的效果，你这儿调的，你说我 1.25 这个也没问题，你看一下也会比较明显啊。那其实呢，你可以把这个给它存起来啊，存成一个类似于 LoRa 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用一个 save delta condition 啊，就这个东西。然后呢，我们直接随便写一个啊，比方我们还是写 flux 杠汉服，然后 go 1，然后 OK 啊，你在跑的时候呢，它就会把这个给它写进去啊。这个好像不是特别明显哈啊，不用管它啊，反正这个我们写进去了啊。那写进去之后，它在哪儿呢？是在这儿 config 里边呢有一个文件夹叫 models， 这个都知道啊。这个如果你装了这个之后呢，会有一个叫 condition delta 啊。如果没有的话，你就自己手动建一个啊，你所有的都在这里边。那这是我们刚才存的，你注意大小大概是4兆左右。说我存了这个节点怎么去用呢？这个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啊。第一个方法呢，我们可以用 loud conditioning delta， 就这么一个东西，它出来是一个 conditioning， 然后呢，你可以给它加到这里边去啊，用 add 加进去。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用这个 apply conditioning delta， 它这个就比较简单啊，这儿串一个 conditioning， 这儿出来，这儿可以设权重。那加了这个之后呢，就相当于我们将原来的条件加上了这个向量的增量，然后再串到这个 3.5 这儿，然后呢，我们可以生成一下啊。那这个汉服的效果就比较明显啊，我们再生成几张，确定它是稳定的啊，非常漂亮，对吧？这个输出也比较稳定啊。然后你注意啊，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不建议大家用 LoRa， 这儿我们加了一个小红书的 LoRa 啊，然后呢权重 0.8， 这个是我们常用的一个操作。那我们加了 LoRa 之后呢，其实这个输出的效果呢是得不到保证的，不是说它出不来啊，只能说不稳定，它有的时候能出来，但是它有的时候出不来。再看一下啊，这个就没有，对吧？原因很简单啊，因为 LoRa 呢其实相当于缩放这个整个的这个向量空间啊。那你去看 LoRa 的那个论文的话，你就知道啊，它其实是用一个一行成一列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来代表着原来整个那个向量，它其实是把整个向量空间给压缩掉了。所以说在压缩或者叫缩放之后的这个向量空间里边，那这个距离是不是有效果的，这个就不好说了。你就想啊，你就想象成是一个普通距离，然后你把那个空间给它缩放了，那这个距离可能它就不起作用了，对吧？所以说呢，这个也比较容易理解。那这个东西还是比较有用的，大家想一下，它比较小，而且可以存储特定的风格，只不过就是它这种风格其实是在提示词上体现出来的，那你体现了一种提示词的差异啊，它的这个作用呢，其实跟我们之前说的 embedding， 或者说甚至跟 LoRa 呢有点像啊，或者说跟那个风格化的 LoRa 有点像。而且在不使用任何空间缩放的技术的时候，这个东西呢都是稳定的啊。好，今天呢我们就讲这么多啊，大家呢可以自己去试一下啊，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